有请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。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。大家的老朋友，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，欢迎。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。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老师，欢迎。来吧，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几位老师的人生智慧，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们俩是后走到一起的，现在相处不到1年。我们俩原来是同学，一开始以为会互相了解，但是相处以后发现，隔了几十年没见面，在一起相处还是有很多矛盾的。我们是通过同学会，老师给我们撮合在一起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之前是同学，我们也不会再走这一步了。我觉得还是相处的时间短，要有时间来磨合，时间长了，我认为就不会有问题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毕先生58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，有请毕先生，有请。郭女士58岁，来自黑龙江餐饮，来有请郭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听说过去是同学对吧？对对对。很多年没见，后来在一次同学会上，班主任说：“你们两个孤独的人儿就在一起吧，就恋爱了，是吧？”啊，58岁，他们的伴侣相继都离开了这个人世，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单独的人，是吧？现在恋爱多久了？告诉大家。不到1年。不到1年。我俩呢是初中到高中的同学，通过一段的相处，几个月的相处下来，感觉还不错。上学的时候呢，互相都有好感。哦。因为某种原因吧，没能走到一起。那个年代，后来分手以后，还确实在学校的时候是有过情感纠葛的。有过。哦。互相有好感啊。因为我爱人去世的时候，我女儿正好参加工作那年，我的父母也跟我在一起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有很多给我介绍的，我也没找，因为家里老少都有，我要为家里承担这个责任，我要挑起家的重担啊，自己也偷偷的哭了很多次。说句心里话，一个女人生活也确实挺难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很多难处都在摆在面前。女儿也大了，她就不嫁，我就劝她嫁，她就不结婚，她就说你不找，我就陪你。哎，孩子就这样理解我，就是意思让我找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找。后来我就到北京去打工去了，在北京做面点师。后来他当时在北京，我当时在七台河，我开大车，他做面点。我俩一商量，这岁数也这么大了，总在外边飘也不是个事儿。后来我俩就决定，回到大庆，你得干点啥呀？现在要说老也不老。后来我俩决定做个早餐店啊，我注册个网约车，我开车，他做早餐店。当时想的也挺好，开始干，就跟想象的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出问题了，想象的美好生活出问题了啊。早餐店呢，假如说啊，我举个例子，做一袋面，一天50斤的面，能卖出20斤，得剩30斤。后来我就有个想法，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说不行，咱别干了。早上我们俩2点半起来啊，起来之后呢，我榨豆浆，他做包子、饼，各种饼。我们家这个早餐店啊，样全，虽然说小，样式全。我得忙活到8点，我还得出车，还在开车去啊？我得出车。哦，我当时就闹心。你说一天，第二呢，辛辛苦苦起那么大早，不挣钱。我们俩就到一起了，我寻思安度晚年，能享点福，没成想比以前还遭罪还累。啊，明白了。当时我就说了，我说不行，别干了，这样辛苦也挣不着钱。我说咱俩图啥呀？都这个岁数了。
明白是不是明白。我说呢，还像以前一样，你呢找个地方打工，我呢还去开我的大车，是不是？这样有稳定的收入。他当时就不同意，他说这样不行，遇到困难咱就不能退，咱就是一直得干。我说那干吧，没办法。其实我是心疼他啊，一天他干10几个小时，毕竟50多岁人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店儿吧是怎么的呢？万事开头难，做生意都是如此。仅仅刚过1个月零几天，刚开业1个月零几天。您是觉得这个运营周期还不到呢？对，所以没必要那么急着做决定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因为我刚回到咱们家，我做这个食堂工作吧，那个东西都比较多，哎，就是眼睛比较大了。回到家里做这个东西少的时候，就有点掌握不准，所以头3、4天的时候做的量就大，卖的少。因为店刚开始，小区里边人很多都不知道，所以来的人客人也比较少。现在买卖怎么样啊？现在生意还可以，逐渐往上增长。现在生意正经。对未来的预期怎么样啊？我觉得很有信心，这个店儿很有信心。对，所以大姐是绕了一圈儿啊，说我不想我不想关店儿，对吧？因为我是做餐饮的，我就决定开个早餐店儿。他呢是开车的，我想你开大车那么辛苦，因为你是我的老公了，我不能让你去出去打工做什么其他杂活，我要让我的老公活得挺体面的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说咱买车，你闲着没事的时候，你开车出去能赚着点就赚点，不愿意开咱就在家休息，咱家还有这个店儿，咱们这还有店儿为主。所以呢，我就这样决定了。大庆那个地方吧，就是比较不集中，到哪去办事也不方便。咱买个车呢，自己用也方便。听懂了。你这样呢，你就是有时间跑点零花钱也可以了。咱不止这个车，怎么去挣钱？明白。因为我不想让我老公去那么挨累。所以现在大哥提出来的，您再去打工，他再去开长途车，这个事儿您是不同意的，对吧？我是不同意，因为啥？我们走到一起不容易。如果要说是还走原来的老路，你还挺辛苦的，在车里一窝好几个月都下不来车，而且黑的白的，有的时候一天吃不上一口饭。现在他白了胖了，当初回来的时候又黑又瘦的，非常黑。我来一句话，我不想干的目的你没听明白，我心疼你，你一天太辛苦，咱们还挣不着钱，一天累的什么样？有一次给顾客打那个豆浆啊，这豆浆杯子不得拿走，你不得给压盖吗？给他累的什么样？拿空杯子给人压，就累的糊的这样。他是心疼你。对呀，我心疼他，毕竟咱们都奔60的人了。再有一次他找工具，那个菜刀一人冲上，他都没看着，把手嘎一个，当时嘎一个嘎个大口，挺长个大口。你说我心疼你，你要听明白。我每次提着我说别干了，咱俩这样辛苦，真的犯不上。我刚还这么说，走到一起不容易，咱们能把各自的工作放弃了，能走回来，咱为的是在一起生活。现在呢，咱们整这个店，咱也是为了咱们的将来的幸福。如果现在付出点辛苦，那都无所谓，为的是将来。行，听明白了。还有别的问题要解决吗？今天来，我8点出去，我到中午12点，他就给我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？第1次2次我没说啥，后来回家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以后你就别给我打这个电话啊，有时间我要回来，我就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回来吃饭。当时答应了。他这个人呢也挺倔，我越不让他打电话，他越打。我用那个手机导航的时候，他一打电话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再说了，这个网约车车上有乘客的时候，不允许接电话，不允许你打电话留微信。就这个点，就这件事儿，我跟他说了多少次，就是说不明。当时是我挺生气，有的时候我态度生硬，我把电话接了之后，车上有乘客，我说了，我说你要干啥？我说话都跟你说明白，别打电话，你还打。在外边开车，我也知道是，不能打扰他，分散他的精力，这一点我也清楚。但是我需要的是咋呢？大约一个时间，你让他自己说，从哪跟我在一起，从来饭菜我们让他进屋等过1分钟，都是我把饭菜做好了放到那儿，茶水或者是咖啡呀，或者是给他沏好了以后放到那块凉了，他回来需要吃稍凉一点的啊，我都给他摆好以后，这点吧，都是现说的这点我承认你这点你都做到了。
就这个电话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说咱干的是服务行业，你怎么就听不明白？这个吧，我提前把我这个活计算出来，就掐这个时间去给你准备饭。如果你要是回来了，我不给你打电话，你假如说11点你进来了，我饭没做呢，你进屋你先等我做饭，你会急眼，我也不会那样去做的，也行，不好意思。这听明白了，这一段就是标准的麦琪的礼物啊，至少在表象里面感受到双方对彼此都是有很深的这个爱的，对啊，对吧？还有别的问题要解决吗？今天来他这人吧，对我总是不放心。不放心呐？对，啊，就是我这个电话啊，放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放到那儿，他净半夜起来之后查我手机。我聊天这几个人，他都得加上好友。我跟他说过，咱们这个岁数了，是不是？我要有隐私的话，我可以设密码、设指纹，我让你看不到，是不是？再说你没有必要，咱都多大岁数了，我跟你解释多少次了，他就是不行，就是半夜起来。有时候我说你太可怕了，他就不愿意了。都这个岁数了，不是年轻人玩的时候。我跟他讲的很明，他就是听不进去。这个吧，哎，我想打扰你一下，这个吧也是有很多原因的。这个你说我不能说我跟你到一起了之后，我身边一个朋友没有，一个人没有，是不是？那是不可能。不可能的。对，您说说原因，说说原因啊。这怎么了呢？委屈了没想，啊？互相信任是应该的。嗯，但是吧，我为什么要看你的手机？其实真的挺有原因的。你看我手机，你就是不相信我，对，是不是？确实有点不相信了。你互相相信的话，不可能看手机。嗯，我怎么不看你手机啊？因为我相信你，所以说我不去看。这个听大姐说啊，这个是需要行动的。女人有这种直觉，偶尔的有一次我发现，连续发现2次，在他手机里发现跟这个女人聊天聊的比较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始有点关注他这个手机了。但是他发现我关注他手机以后，他把这个跟这个些女人聊天的记录都删了。你删掉聊天记录，但你删不掉时间。每次这些人的聊天的时间都在这手机上出现，都在那儿。你看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说今后以后不许给我打电话，声音很强硬。但是让我最不理解的，给我打电话没时间，早晨那个3、4点钟都能发微信问人家好，那都是女人，没有男士。8、9点那会儿可能就是有的不给单了，休息就开始跟这女的聊了，这我都看着这聊天了。而且到下午4、5点钟的时候，还有，甚至还有3、4点钟、4、5点钟的时候打电话。只有就说是晚上睡觉的时间，偶尔的偷偷的想到说的看他2次手机。你吧，这说心里话，我没听完呢。你先听我说。啊，有一天早晨，我2点钟起来，他醒了，看手机不在，就紧忙就喊拿我手机干嘛？我就在卫生间我就听见了，实际我还真没看。他这一喊，我有点惊了。我说啊，我照亮了，我手机充电呢，我就把手机打开了，把他手机微信就打开了。一打开，一个女的，晚上10点40多跟他说话，你咋不吱声呢？用语音说。这过了半个多小时，40多分钟，我看又发一个，老公你忙啥呢？这个我看了我也没吱声，正好他张罗要手机，我就把手机顺楼梯我就递给他，他也听见了，我说给你吧，然后他拿过来，哎你别听他的，他是个精神病，你把他删了。这个东西吧，我拦你一句话。所以我当时我就告诉我说网上这个东西吧，我说你别去相信他，我说他就是个精神病，每次发信我从来没回过，我当时就告诉你了吧。那你要是追究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两人既然走到一起了，就互相得相信，互相那个理解一下，是不是？网上有些东西吧，别去认真去对待它。我们理解这个微信用的不都是熟人才加微信吗？是吧？对呀、不是这个，如果有一个人他老是给你发这种东西，你又不认识他，你不是可以把他给拉黑？拉黑了，拉黑了，那他还能跟拉黑了您发来那些？那没有啊？拉黑。
那您带大姐见了您身边的这些朋友和在微信当中比较好的朋友，这个圈子开放了吗？还有他现在已经把我就是经常说话打招呼这几个人，他都加上好友，都加上了，都加上。我就仅加上2个，我加上2个，确实加上2个，这是我这个不对，我加了之后怎么样？不应该加人家的朋友啊，正常吧？你觉得加的这2人正常吗？这个事儿吧，其实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说咱俩吧，别为一点点小事儿去纠结，没有用。既然咱俩你说走到一起了，是不是？就好好的往前走。大哥，咱坦诚一点的说，您这外面还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我多大岁数了？还有女朋友？聊得来的女朋友有？聊得来的，那以前说话唠嗑的有，那有，也就是3、2个啊。我跟他说啥？我说你聊天可以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你聊天你没必要删。为啥我一看就是你手机一问，你就那么惊讶？特别就是急眼的那种态度，而且说我什么？你先等一下啊！而且说我什么呢？我不能因为你没有女朋友，你要这样，咱俩就别往前走了。那我走吧，咱俩分手吧。我可没说我没有女朋友，就是这话。我说咱俩要是在一起，我不能因为有你，互相就得相信信任。你要成天，我回来了有事没事你就看我手机，这样的我不行。明白了。所以在这儿我就补问一句，大哥，再去开长途车是不是会觉得还自由一些呀？对，开长途车一天就是辛苦点累点他没有别的担心。那你们俩这段感情就不要了？我当时是在气头上。你现在回头想是要开长途车还是留在这儿啊？我听我爱人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左野老师，两位好。情感需求是我们老年人的第一需求，老年人的第一需求是陪伴。然后我和你在一起，非常的现实，就是我要过得比我一个人的时候要好。大姐，您是不是觉得跟大哥在一块儿以后，还没您一个人过的时候好呢？他闹心吧？现在过的。你们2位的问题，就是您的电话。他管您叫老公，您管他叫什么呀？不认识。不认识他为什么管您叫老公呢？什么时候加的我都不知道。哦，您可以随便加陌生人的微信吗？对，我那个要是附近人的话就是加的，没设的，不会设的。我告诉你，在您跟他结合之前，我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，因为您单身嘛，而且那么多年来都是一个人，有孤独的时候，有辛劳的时候，但是这样的习惯不能够带到今天您伴侣的身边。他闹心啊，我不管你认不认识，我不管你接不接受，我还没叫这个名词的时候，为什么其他的女人在大半夜的发给你？这是任何一个女性都没有办法接受的，这是原则性的问题。我不知道您出去开车到底是因为说啊，我现在就是想改善我们家庭，我这干这个活我挣不到钱，所以我要出去，还是您为了躲避他？如果您想安稳，所有的那些微信麻烦您删掉，不管是跟这位大姐继续过，还是不跟她过，跟别人过都不行，好吗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徐总，你们2个人其实在一起之前是通过半年的异地，对不对？最终实际在一起是刚刚不久到大庆，一起到大庆多长时间了？3个月。准备什么时候领证呢？打算年底。年底，所以应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是吧？对。我建议大姐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再了解一下大哥。大哥，你必须得敞开自己所有的心扉，把你的心要收回来，放在他这儿。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所有你们的面上看的冲突都不复存在。因为在我们听起来开始的种种冲突，让我们莫名其妙，很甜蜜啊，日子苦点儿，但是你们俩心是甜的。但恰恰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，
你的手机交不出来，这是最大的障碍。因为你知道他是怎么对你的，对你是没有二心，而且是完全付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必要去制造任何的问题去责怪于他，因为基本上头几个矛盾没有他什么责任，其实根源都在于你。所以说把心先安定好，好吗？然后再决定是否您能够专心专意的爱上大姐。大姐啊，您现在付出是不计后果的。其实您跟大哥虽然是初中、高中的同学，那都应该是20多年前、3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对，30年。这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了解。您是有过婚姻的人，您知道两个不了解的人在一起是不可能幸福，对吗？不让我给你打电话，好，我自此不再给你打电话，回来饭自己做，明白吗？拿出您的原则来。真正要说要能作为一个伴侣，最后要结婚的话，这个样子是不可以的，明白吗？就这样，谢谢曲总。来，夏娜老师。毕先生、郭女士，你们好啊。大哥，我先跟您道个歉，因为从年龄上来说，作为晚辈，我接下来说的一些话不太合适。我特别讨厌这种虚伪的爱，嘴上说我心疼你，我不想让你开这个早餐起早贪黑太辛苦，可真实的想法是什么？您自己心里清楚。不认识的女人，神经病，叫你老公。我跟您说，一个女人爱您的时候，她就是福尔摩斯，底线是什么？忠诚。您不能既需要一段稳定的情感关系，走进了这段情感关系之后，您寄予墙外的芬芳，但退出没有这种稳定的情感关系的时候，您又想要一碗屋内的热汤吧？不能什么事儿都让您占全了吧？大姐是一个只要你想跟我一心一意过，我什么苦都能吃的女人，能看得出来。她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给你打电话？除了说是想要一个你准确回家的时间，其次是什么？不信任是为什么？她当然不信任你，她凭什么信任你啊？她所有的种种行为都是事出有因，所以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？大大方方的跟大姐说清楚，你们是有同学情，在一起也理解，因为曾经又有这种的情感纠葛，在同学年代完成一种青春的遗憾，我们没有遗憾了就好了。不要把这种本来很美好的同学情，让现在这种有点不堪给它抹杀掉，好吗？您一直说我们好好的过，好好的过，大哥，两个人一起才是好好的过，只有一个人想好好过，那不叫好好过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肖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大哥心里一定在想，你说我这是图的什么呢？想到答案了吗？图个什么呢？这有些话吧，我们都听过太多了。咱们就是干这个的，9年了10年了，我们就天天干这个的。你去说什么神经病，你说你说得过去吗？其实你看，从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，心里有小心思的男人跟年龄是没关系的。有时候年纪小的男生会有心猿意马的时候，其实年纪大的也有。如果到了60了，对感情的忠诚的理解，他依然不能够秉持去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，他到了60、70他都改不了。有些关系和界限就是你的这种行为，在你有了伴侣之后，你这种行为就很不道德。但如果你没有伴侣的话，你这种行为是你自己的行为，是你的自由，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需要有一个人这样关心你，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对你负责任，那我们就要对别人负责任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其实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。上半场重复的最多的词语，两个人都说了心疼，但到了下半场就基本上看出来谁是真心疼，谁是假心疼。如果你要真心疼他，就不应该让他没有安全感，忐忑不安，天天要想着你手机里面谁给你发信息，你就老实点，对吧？你不能老了你还不老实，对吧？那有一句话叫，我原来也说，我说
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不老实，不老实就是欠收拾。对于大姐来说，你虽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可能也有一点问题。你说您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您还福尔摩斯有意思吗？其实有些事情您是看得比我们更透彻的人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既然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咱也就不用强求。这辈子不是非要男人才能活下去的。我反反复复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女人离不开男人，是男人离不开女人。好多女人守寡一辈子，带着孩子过得挺好的，但男人的生活当中总需要有一个人照顾自己。如果需要，我们就老实点，咱们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别人对我们的这番真心实意。虽然一把年纪了，但承认错误这个东西在每个年龄都可以进行。只要承认错误，你的行为就让人尊重。只要你坦白的面对对方，就是让人尊重，跟年龄多大没关系。承认错误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好吧，期待你60秒的表现啊！就这样啊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故事听到对不起我打断一下的时候，已经知道要峰回路转了。正常的这个情侣之间是不会用这样一种态度的，挺生分的，隔着一些东西。为了自己快乐，咱今天就说实话，不怕在同学面前丢人，也不怕得罪什么。你们自己来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通过天津卫视这个爱情保卫战，我今天真的受到很大的启发。既然咱俩走到一起了，你放心，以后我这些毛病坏毛病我一定改掉，好好的继续往前走，陪你一直到老。我不需要财富，不需要其他，我只需要一个懂我。我累的时候有一个依靠的臂膀，苦的时候有一个倾诉的地方，那真心爱我的人足以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看看这对嘉宾朋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你松开吧。见刚才为那个事儿，我道歉了。你没有，你没说对不起。你道歉了，没鞠躬。这边对不起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。以后对他好就行了。对呀下台的时候差点摔了一跤，来的时候不搀扶，自己跟大爷似的，来吧，来吧。那个也就直接扑过去了，至于的吗？哎呦，算了，你们的生活我们不说了，我今儿说多了啊，看破不说破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啊！哼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大姐，这个注意身体，好好保养自己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。其实生活嘛就是这样，这个跟生活的逻辑都是一样，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往往你看到了很多事情，在你的印象里是希望它有一个走向的。但是恰恰在这个事件中的人，
会按照他们自己原有的生活和逻辑和故事逻辑走下去。希望今天是改变的一个起点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丈夫结婚6年了，孩子4周岁，丈夫现在对我非常防备，赚钱多少不跟我说，也不给我，手机只要我看过立马就改密码，跟我只要稍微有点事儿吵架，立马就跟外面的女人搞暧昧。当初我放弃了事业跟他在一起，没想到他现在变这样，我该怎么办？当初放弃事业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被抛弃的那一天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拾自信，找回自我。祝你幸福！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